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中年女人发福，原来是这个原因。这样做可以保持身材，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朋友兰芝在30岁之后，体重一直保持在65公斤左右，波动幅度不超过1公斤。几年前，她总是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态度，提醒比她年轻8岁、身高相同的大姚，不要刻意减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会变得难以增重，到时只会怀念失去的胶原蛋白。她自信地告诉大姚，年纪大了，体重自然会下降。工作繁忙、奔波劳碌以及养育孩子的焦虑，这3者都是减肥的利器。去年12月，兰芝前往澳洲，体重增加了6斤，但她并不担心，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水肿和旅行带来的疲劳所致。一旦离开那个环境，体重肯定会迅速回落。当然，她也稍微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晚上不吃宵夜，每天坚持走1万步。后来在云南，她每天至少走2万步。到了第4天，体重减轻了2斤。她心想，体重对她来说不过是轻松掌控的事情。然而回家后体重又反弹了，不过几天功夫，体重秤显示她又回到了68公斤。她感到困惑，在新加坡期间并没有吃到什么美食，体重却增加了。尽管如此，她并不慌张，加大了锻炼的强度，每晚游2000米蛙泳，每周至少徒步2次。苹果手表不断鼓励她，表扬她每天完成所有目标，甚至在游泳时打破了新纪录。尽管如此，她的体重依然没有下降。不过她并不担心，因为接下来还有频繁的旅行计划。她相信自己能够顺利恢复体重。这次去澳洲，她决定不再吃那些甜曲奇和大罐水果酸奶。实际上，在半个月前的西澳之旅中，她吃得非常清淡，而且她还发烧了一次，体温达到38度，发烧持续了2天，肌肉酸痛持续了3天，让她站起来都觉得费劲。尽管身体非常痛苦，但她内心却感到狂喜，认为这次终于可以瘦下来了。她总结出经验，去年体重最低的时候是在新加坡患流感期间，而前年体重最低的时候是因为感染了新冠。发烧确实能让人变瘦，因为没有心情吃喝，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只要经历过这些，就能得到一个更瘦的自己。然而结果令人失望。离开澳洲的前一天，她住的酒店有体重秤，全家人都上去称了体重，2个孩子没有增加体重，但大人的体重却非常难看。她意识到，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中年发福？多余的体重就像焊上去的一样，根本无法减掉。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自己的体型都会有一定的期望。虽然我们不会要求自己拥有完美的身材，但至少希望能保持在一个相对理想的水平。通常来说，这个理想水平就是希望自己看起来稍微瘦一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通常会付出一些努力，比如控制饮食和坚持锻炼。然而我们会发现，到了中年以后，保持理想的体型变得越来越困难。相反，变胖却变得容易起来。很多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变胖时，往往已经胖了不少。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我们已经尽力控制饮食并坚持运动的情况下。此时，问题便浮现出来：为什么步入中年之后，即便持续控制饮食并坚持锻炼，体重还是有所增加？想要扭转这一局面，保持中年后的身材苗条，我们应该怎样做呢？1. 为什么人到中年容易胖？当我们谈论变胖的原因时，很多人首先会想到饮食习惯和运动情况的变化，毕竟这2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消耗的热量之间的平衡。但是对于中年人来说，
情况并不完全一样。许多人会发现，即使他们保持和年轻时一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体重还是不知不觉地增加了，身材也开始慢慢走样。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并不难找，这主要是因为新陈代谢水平降低了。一、基础代谢的下降。从消耗热量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在静息状态下所消耗的热量，也就是基础代谢，占据了我们日常热量消耗的大部分，通常超过 60%。然而，随着岁月流失，我们的基础代谢会在达到一个高峰之后逐渐下降。具体来说，每过10年，基础代谢会以大约 2% 到 3% 的速度减少。这意味着中年之后，我们每天会减少大约50大卡的热量消耗。虽然每天减少的50大卡不多，但长期累积下来，这个数字就变得相当可观。实际上，这种基础代谢的下降会导致我们每年大约增加 2.3 公斤的体重。基础代谢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特别是肌肉量的减少。肌肉组织在我们身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静息状态下就能消耗大量的热量。不幸的是，大约从30岁开始，我们的肌肉量就会开始逐渐减少。到了40岁以后，这个过程会加速。到了60岁左右，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更快。肌肉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肌肉越多，基础代谢率就越高，反之亦然。因此，保持肌肉量对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代谢水平至关重要。2、活动代谢的下降。活动代谢，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活动所消耗的能量，包括了运动时的消耗和平时非运动状态下的消耗。人到中年，我们会发现，能够保持运动的时间似乎变得越来越短。运动量的减少，一方面会导致我们的肌肉逐渐流失，因为肌肉需要通过运动来维持和增强。另一方面，运动消耗的能量也会随之减少，因为身体在活动时燃烧的卡路里会变少。这样一来，不仅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体重控制也会变得更加困难。除了我们自己主动去做的运动之外，日常生活中的非运动消耗也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带来了许多方便的出行工具和家用小电器。这些工具和电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很多原本需要我们亲自动手的事情，现在都可以交给机器来完成。比如说，以前我们需要步行或骑自行车去上班，但现在可以乘坐地铁或开车。以前洗衣服需要手洗，现在有了洗衣机。以前做饭需要自己劈柴生火，现在有了煤气和电饭煲。这些变化虽然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但也意味着我们日常的活动量大大减少了。这种非运动消耗的减少对我们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些消耗是我们在一天中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它们分散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所以，即使有些人坚持每天去健身房锻炼，但如果他的非运动消耗减少了，整体的活动消耗还是会下降。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饮食习惯和运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整体代谢率的降低，导致日常总热量消耗减少，这是许多人步入中年后体重增加的主要原因。2、人到中年这样做，提升代谢，保持纤细身材。1、尽量保持基础代谢的稳定。虽然说在我们成年之后，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调整一些可控的因素，来保持基础代谢率的稳定。从影响基础代谢率的因素来看，比如遗传、年龄、性别、体重和肌肉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其中，提升肌肉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因为肌肉是身体中燃烧卡路里的主要场所，肌肉组织比脂肪组织消耗的能量要多得多，因此增加肌肉量是提高基础代谢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想要提升肌肉量，首先要做的是把力量训练纳入日常计划中，并注意调整饮食习惯。2. 合理饮食，均衡营养。同事玉秀48岁左右，已经半只脚迈进了更年期，身材发福的鹅厉害，达到了155斤左右，而且腰腹部赘肉道，俗称腰粗肚子大，有向老年人体型发展的趋势，而且一体检很多小毛病比较多。医生建议他控制体重，减重，尤其是肚子里的脂肪，内脏脂肪导致的腰粗肚子大。于是就开始了合理饮食的计划，坚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身体肌肉增加了，体重也从155斤减到了125斤。可见，想要保持身材，提高肌肉量，良好的饮食习惯则是条件之一。1. 重视蛋白质的摄入。蛋白质是构成肌肉的主要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健康和强壮至关重要。通过摄入充足的蛋白质，我们可以有效地促进肌肉的修复和生长。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增强肌肉的力量和耐力，还能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为了确保身体获得足够的蛋白质，建议在每日的饮食中，蛋白质的摄入量应占总热量的20%到30%。这一比例既能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又能保持饮食的均衡。在选择蛋白质来源时，应优先考虑那些高质量的蛋白质，如瘦肉、鱼类和豆制品。瘦肉不仅蛋白质含量丰富，还含有丰富的铁和锌等矿物质，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鱼类则是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酸的良好来源，特别是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豆制品如豆腐、豆浆等，不仅蛋白质含量高，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合物，对身体健康有诸多益处。2. 合理摄入碳水化合物。尽管碳水化合物在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如果我们摄入过多，就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水平上升，进而促进脂肪的积累和储存。因此，我们需要谨慎并合理地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通常情况下，建议每天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占全天总热量摄入的45%到55%之间。如果你不清楚如何精确计算这个比例，可以采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来估算，那就是用你的拳头作为衡量标准。具体来说，每餐摄入的碳水化合物量应该相当于你一个拳头的大小。从碳水化合物的种类选择来看，建议优先考虑那些低糖的食物，比如全谷物、各种蔬菜和新鲜水果，能够帮助我们缓慢而稳定地释放能量，从而避免血糖水平的剧烈波动。这样的饮食习惯不仅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还能有效预防一些与高血糖相关的健康问题。3. 少吃脂肪，多吃蔬菜。当我们的身体摄入过多的脂肪时，这些脂肪并不会被完全消耗掉，而是会直接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体内。因此，为了避免身体发福变胖，我们需要适当控制脂肪的摄入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脂肪摄入量的减少也应有一个最低限度。通常情况下，脂肪摄入量不应低于总体热量摄入的 15%。这是因为脂肪不仅是重要的能量来源，还参与许多生理功能的调节。除了控制脂肪摄入量之外，我们还应该注重饮食的均衡。多吃蔬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建议每天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蔬菜不仅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这些膳食纤维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从而帮助我们减少总热量的摄入。此外，膳食纤维还能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消化，提高新陈代谢的效率。除了蔬菜，适量的水果摄入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这些营养成分不仅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还能增强免疫力，预防各种疾病。水果中的天然糖分和纤维也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避免血糖急剧上升和下降，从而减少饥饿感和暴饮暴食的欲望。3. 科学运动，增肌减脂。除了饮食以外，想要增加自己的肌肉量，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不仅可以增加活动消耗，还可以降低肌肉流失的风险。1. 力量训练。力量训练被认为是提高肌肉质量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通过执行一系列的复合动作，如深蹲、俯卧撑、硬拉、划船和推举等，可以全面地刺激身体各个主要肌肉群，从而有效地促进肌肉的增长和发育。这些动作不仅能够锻炼特定的肌肉群，还能提高整体的力量和耐力。为了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建议每周至少安排2到3次全身性的力量训练。每次训练时应选择多个不同的动作，确保每个动作能够覆盖不同的肌肉群。每个动作可以进行3到4组，每组重复8到12次，以确保肌肉得到充分的刺激和锻炼。2. 有氧运动。尽管有氧运动本身并不直接增加肌肉的体积，但它在提高心肺功能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通过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有效地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加速脂肪的燃烧过程。建议选择一些常见的有氧运动方式，如跑步、游泳和骑自行车等。这些运动不仅能够帮助你保持健康，还能让你在锻炼过程中感受到乐趣。每周至少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持续时间不少于30分钟，这样可以确保你能够获得持续的锻炼效果，同时也不会因为过度运动而对身体造成伤害。3. 高强度间歇训练。高强度间歇训练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锻炼方法，它结合了高强度和低强度运动，通过快速切换这2种运动强度，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高效的燃脂效果，同时还能促进新陈代谢。这种训练方式通常包括一系列短时间的高强度运动，比如冲刺跑或快速跳绳，紧接着是一段时间的低强度恢复运动，比如慢跑或快走。由于间歇训练的时间较短，一般在20到30分钟左右，非常适合那些忙碌的现代人。他们往往没有太多时间去健身房或进行长时间的锻炼，但又希望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高强度间歇训练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很好的锻炼效果，因此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然而，高强度间歇训练的条件比较高，它要求参与者必须有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一定的运动基础。因为高强度的运动对心脏和肌肉的要求较高，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因此，在开始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之前，最好先咨询专业的健身教练或医生，确保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合这种训练方式。同时，合理安排训练计划，避免过度训练，确保每次锻炼后都有充分的休息和恢复。4. 重视日常活动。除了主动运动以外，保持非运动消耗的稳定也是提升活动消耗的重要手段。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有意识地多走路，多做家务，有意识地避免久坐，让自己尽可能地动起来，这样会更有助于保持日常消耗的稳定。4. 保证充足睡眠。睡眠是身体恢复与修复的关键时段，同时也是调节激素平衡不可或缺的过程。不足的睡眠会促使饥饿激素水平上升，而饱腹激素水平下降，这将导致食欲增加，并对新陈代谢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习惯，并确保每晚至少获得7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咖啡屋有以下2点建议，帮你拥有优质睡眠。1. 每天泡脚，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泡泡脚，真的非常有好处。这是我们小区的邻居，一位医生朋友给我的建议。他告诉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血液流通不畅，脚部有很多细小的血管，这些血管和大脑的神经末梢是相连的。当我们泡脚的时候，脚下的血管会扩张，产生的温暖感觉会刺激到大脑，从而对大脑皮层产生一种抑制作用。这样一来，大脑就会感到轻松，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入睡。俗话说，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泡完脚之后再上床睡觉，整个人都会感到温暖，甚至会微微出汗，这样可以让大脑的神经得到放松。不过，虽然泡脚有很多好处，但也需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泡脚的水温不能太高，尤其是对于心脏不太好的人或者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水温过高可能会导致头晕。其次，泡脚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一般半小时左右就足够了。最后，不要在泡脚水中随意添加各种药材，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一定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我还特别喜欢在周末的早晨，起床洗漱后泡上一杯咖啡，然后开始泡脚。泡完脚之后，我的脸色看起来会更好，再化一个淡淡的妆容，出门散散步，心情也会变得非常愉快。晚上带着这样美好的心情去睡觉，很快就能进入甜美的梦乡。2. 上床后不玩手机。现在睡觉前玩手机成了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如果你希望自己拥有一个苗条的身材，那么这个习惯就需要改一改了。通常情况下，经过一整天的忙碌和运动，我们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晚上泡个热水脚，全身都暖洋洋的，身心都感到放松，这个时候本应该是进入梦乡的最佳时机。然而一旦拿起手机，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会涌入我们的大脑，可能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受到刺激，让我们感到兴奋或者悲伤，我们越刷手机就越停不下来。尽管大脑已经很疲惫，但那种模糊的精神状态却在阻止我们进入梦乡。明明已经困得不行，闭上眼睛却开始像放电影一样，思绪杂乱无章，恍恍惚惚，尝试数绵羊来帮助入睡，结果可能反而越数越清醒，更难以入睡。为了改善睡眠，建议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上床后就立刻关灯，强迫自己坚持一段时间，慢慢的，你就会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相信通过这样的改变，你的睡眠质量一定会有所提高。当然，如果你有严重的睡眠问题，还是应该去看医生，不要硬撑。如果通过改变一些日常习惯就能让我们变得更健康，更舒适地度过每一天，那何乐而不为呢？5. 管理压力。长期处于精神压力的状态下，会导致身体分泌出大量的皮质醇等压力激素。这些激素不仅会促进脂肪在腹部的堆积，还会降低身体的代谢率，从而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管理压力，例如进行冥想、练习瑜伽以及进行深呼吸等。这些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压力，还能够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代谢水平，从而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6. 重视补水。水不仅是生命之源，也在促进新陈代谢、维持生理功能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充足的水分摄入能够有效地加速体内废物的排出，从而提高身体的代谢效率，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状态。为了确保身体获得足够的水分，建议每天至少喝8杯水。当然，
这个量可以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你进行了大量的运动或者处于高温环境中，就需要喝更多的水来补充流失的水分，确保身体的正常运作。步入中年，体重增加是普遍现象。除了不健康的饮食和缺乏运动之外，新陈代谢的减缓也是导致中年体重增加的关键因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通过均衡饮食、科学锻炼、保证充足睡眠、有效管理压力以及维持水分平衡，我们完全有能力扭转这一趋势，维持健康的身体和苗条的身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定期监测体重和关注身体变化是一个有益的习惯，它有助于降低中年体重增加的风险。毕竟，预防体重增加总比在体重增加后减肥要容易得多。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